比特币的反弹结束了吗？现在适合做空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所开的多单吧。那这张多单当然只是博一个短线，那现在已经有所回落了。当然，我们昨天已经有平了一半的仓位，那我们今天呢，再把剩下的一半仓位给平掉，因为我认为我们这一波我已经拿到了我认为应该得到的利润了，那我们就直接平仓掉吧。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盘面上，我们为什么选择平仓呢？其实我们当前的这波上涨是由于我们在底部产生了一个破底翻之后，尤其是我们的底部呢，我个人会认为在25,300左右。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破底翻，它其实预期有一波反弹是很正常的。那反弹到的位置呢，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确的箱体了。当然，我们在前面走的，因为消息面的上涨呢，这一波不算。我们就看我们前面所达到的几个高点，包括这里，还有这个位置，还有我们之前呢，在这些地方呢都有过比较弱势的测试。那这个位置呢，我认为现在来看绝对是有效的，所以我选择在这个地方给平仓掉。其实如果我们把时间级别拉大，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上方的箱体上缘给往前拉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条它一直以来都有过互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面的地方，就包括前面这几个点它都有过很明显的支撑，所以我们在此处呢产生阻力，这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我个人也选择在这个地方平掉。其实最大的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在短期内有机会可以看到跌破25,000的话呢，那我会认为我们的前高点，也就是28,187的这个位置呢，绝对不可以被突破。一旦这个位置被突破，那么我相信我们要跌破25,000呢，很有可能就还要再很长一段时间了，甚至有可能我们就继续在这个地方做震荡，那下一步就不好说了。所以在短期上来看呢，我们前高点大约在28,178的地方呢，很适合作为我们在中线上空头的止损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图表给稍微拉大我们把它放到日线的级别。如果我们放到日线呢，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想去博弈跌破25,000的空单的话，如果我们把止损放在28,187的这个位置，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盈亏比呢？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如果我们从这个位置箱体的上缘白色线的地方呢，开一个空头的仓位，然后我们的止损我们直接拉到前高的地方，那止盈我们肯定是看到2,000,000或者至少到22,000的位置吧。那它也会是一个盈亏比大于4的一张单子，其实也算很不错了。我们在看止损的时候呢，并不是计较这绝对的数值那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个止损是1000多刀的止损，但如果我们做的是一张日线的趋势的单子的话，1000多刀的止损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看的呢，最重要的就是盈亏比，并不是说它实际的数值。那我个人呢，会等待如果说它在往上测试到我们白色线的地方呢，发生了一个不错的入场做空信号的话呢，那我就在这个地方选择入场了。那我的止损暂时会先设置在我们前高点的这个位置。那当然，前高点如果破了的话，我相信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要跌破25,000这种趋势出现，突破前高点的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几率发生的可能性就很低了。那其实我们在此处产生的破底翻我一直都不认为它这波上涨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这波上涨呢，它是看不见趋势的。你可以看到这里这波上涨，虽然说破底翻它确实是一个蛮不错，或者我们预期它至少会有一波反弹，这个是很正常很合理的。那我用很小的仓位去博弈的这个反弹，那现在也完全平仓了嘛，也不贪，就拿到箱体上缘，有一点利润，其实就可以走人了。那我们这波上涨呢，为什么不把它视为是一波趋势的上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如果我们要做趋势的话呢，其实当时跌破白色线大概在28,500的地方呢，它确实就很有机会可以做成一张趋势的单子。那它也有出现信号，也就是跌破嘛。当时我们在上方呢，它已经碰到了周线的阻力了，而且已经连续测试了2次都不过。那我们在上方呢，震荡的时间其实也够久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上方整个白色的箱体，它震荡的时间够久，然后再加上我们3万的位置呢，它已经形成阻力了。所以当时我们在下破的时候上方的震荡区间呢，时间量能也都很充足，所以往下破的话，它就绝对有机会走出一段趋势，也就是有机会
往下破，跌破25000，甚至直到我们2万或更低的位置，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波多头啊，它其实就只是一个破底翻而已。所以，如果要往上看上涨的话呢，它的级别真的就看不到这么大。这也是我们的做单逻辑啊。那我现在呢，我会很耐心的等待一个它来测试箱体上缘，并且出现信号的机会。那如果你也想交易的话呢，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30的 USDT 现金，直接返还到你的账户里。不过要等待1个月啊。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